係阿 Cat， 今日講下澳洲嘅住宅房屋類別。澳洲最常見嘅住宅房屋類別分成3類，分別係 house 獨棟別墅、townhouse 又或者 villa 聯排別墅同埋 apartment 公寓。根據澳洲儲備銀行2021年11月嘅數據，澳洲未來幾年係將會有大概25萬套嘅房產落成嘅。資料將房產分咗做2類，第一類係 higher density 較高密度住宅，即係 apartment 同埋 townhouse 等等，佔咗大概2/3。第二類係 detached， 即係 house 啦，佔咗大概1/3。我哋有提供優質性價比嘅住宅、各類房產投資組合以及澳洲房產資訊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 PM 我 IG 又或者 Facebook page 查詢。喺2020年嘅6月，政府推出咗呢個自住建房補助金政策 Home Builder Grant。政策出台之後呢，政府對呢個私人 house 嘅建造批准量呢係增加咗成84%嘅。但係呢個補助金計劃呢，就已經喺2021年4月嘅時候截止申請㗎啦，所以佢嘅影響力呢都會隨住時間而下降嘅。咁我哋而家就嚟睇下呢3種比較常見嘅住宅類別同埋佢哋嘅特點啦。第一個要講嘅係 house 獨棟別墅。house 通常係一個獨立嘅住宅，買家係擁有嗰塊土地同埋邊界入邊嘅建築物嘅。喺澳洲 house 通常擁有永久產權 freehold title， 又或者托倫斯產權 Torrens title， 即係買家同時擁有嗰塊土地同埋土地上面嘅建築物嘅。喺澳洲買 house 嘅時候，成日都聽到 house and land package， 咁究竟呢個係咩嚟嘅呢？呢個其實係一個術語，係形容嗰塊土地同埋土地上面嗰個新嘅建築物呢，係以捆綁嘅形式去購買嘅。即係買塊地嘅時候就會買埋間屋，佢通常係會涉及2份合同嘅，一份係土地銷售合同，而另一份係房屋建造合同。發展商同埋建造商可能係2間唔同嘅公司嚟嘅。根據政府統計處嘅數據，澳洲新 house 嘅佔地面積正喺度縮小緊。首府城市嘅新 house 佔地面積由2005至06年度嘅602平方米，減少到2019年度嘅467平方米。呢個係各首府城市由2005至06年度至到2019至20年度新 house 嘅佔地面積圖表，包括 Sydney、Melbourne、Brisbane、Adelaide 同埋 Perth。Sydney 由654平方米減少到447平方米，減少嘅百分比係最多嘅，足足少咗32%。而墨爾本亦都由497減到463，少咗22%。同典型嘅 apartment 又或者 townhouse 相比， house 一般嘅土地含量係會較高，而面積呢一般都係較大嘅。所以 house and land package 仍然係澳洲人一個熱門嘅住房選擇，尤其是係嗰啲有小朋友嘅家庭。對於投資者而言， house 嘅價格同埋維修成本呢，一般會比 townhouse 又或者 apartment 高嘅，但係 house 嘅歷史資本增值都係會略為高一啲嘅。第二個要講嘅房屋類別係 townhouse 聯排別墅。townhouse 通常好似半獨立式嘅別墅一樣，會共享一啲牆嘅，就好似呢度左右兩邊牆同埋旁邊2戶係共用嘅。townhouse 就會係喺3間又或者更多嘅住宅群入邊，買家係擁有該棟建築物，但係同時亦都係同 townhouse 嗰個盤入邊嘅其他業主共用土地同埋公共區域嘅所有權。同 house 一樣， townhouse 一般會有一個戶外嘅庭園、車棚又或者車庫嘅。而 townhouse 同 villa 嘅分別呢，就係前者一般係2層嘅，而後者一般呢都係得1層嘅啫。大多數嘅 townhouse 都係擁有分契式產權 strata title， 即係買家必須要向業主委員會又或者業主法團定期繳交物業費，用嚟支付建築保險、公共區域維修等等嘅營運費用。同 house 相比， townhouse 一般係更加接近交通同埋商店嘅。佢滿足咗嗰啲希望擁有更大嘅生活空間同戶外生活，同時又想好似 apartment 咁樣擁有便利生活嘅買家。
跟住落嚟就講下 apartment 公寓。apartment 係喺一座有多個單元嘅住宅大廈入邊嘅其中一個單獨單元，面積通常比 townhouse 細嘅。公寓亦都係擁有分契式產權 strata title。大廈入邊所有嘅業主係共用公共區域，例如 lobby 啊、電梯、花園等等嘅設施。apartment 大廈嘅規劃同埋大小咧都係各有不同嘅，從低密度嘅大約係10至50間嘅 apartment，到可能係高密度嘅大概100間以上嘅都有嘅。比如話墨爾本市中心 South Bank， 仲有 Sydney 嘅 Parramatta 等地區，都係比較多高密度 apartment 大廈嘅。根據政府統計處2016年嘅資料 ，apartment 咧已經係成為咗澳洲越嚟越受歡迎嘅住房選擇啦。呢個可能係基於一系列嘅因素嘅，包括可負擔性，即係一般比較平啦；安全性、現代化設施，同埋近一啲商業區同埋交通樞紐等等。呢個係澳洲唔同年齡組別住喺 apartment 入邊嘅人數比例。根據2016年人口普查，25至到44歲呢一個年齡組別住喺 apartment 嘅佔比最高，而5至到14歲呢個年齡組別喺公寓住戶嘅佔比係最低嘅。咁而家比較一下呢3類房屋啦。喺市場表現方面 ，house 一般會有更高嘅資本增值，而 apartment 一般會有更高嘅租金回報。townhouse 咧就夾咗喺兩者中間啦。以前期同埋持有成本嚟講，兩份合同嘅 house 咧係可以慳翻更多嘅印花稅，而大部分嘅 house 咧都係無需要繳付物業費嘅。租客群體嚟講 ，house 會比較多有小朋友嘅家庭，又或者需要比較大嘅居住空間嘅夫婦居住嘅。townhouse 會比較多年輕家庭又或者夫婦居住，而 apartment 係會比較多個人、學生、年輕嘅夫婦又或者成長中嘅家庭居住嘅。其實無論係 house、townhouse 定係 apartment， 最終嘅選擇咧都係由多方面嘅因素去構成嘅，包括購買嘅目的同埋負擔能力等等。而建立呢個多元化嘅房產組合係會帶嚟更明顯嘅優勢嘅。好，咁今日就講到呢度。如果大家有咩問題嘅話咧，可以留言又或者 PM 我 IG 又或者 Facebook page。中意呢條片嘅話咧，就記得俾個 like 我同埋 subscribe channel 啦。拜拜。